八字里面的子女缘分啊？首先是定身强和身弱，子女星是否是你的用神？男命官杀为用的，你生的孩子有出息；那女命也是一样的，如果时伤为用神，就跟你走得很近。子女宫是我们的忌神，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通过后天的这个去调整呢？比如说木很弱，食神和伤官就是我们的忌神，食神和伤官是泄我们的力量。自己的孩子还是看时柱吗？你出现在年柱和月柱上面生孩子比较早，在时柱上面呢，代表什么？你生孩子比较晚。那从奇门里面看的话，可以看你的子女宫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元丰地震，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一尘脱俗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元观觉的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道元老师，其实很多人都会关心自己的这个子女缘分，这个孩子到底是来报恩的还是来讨债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这种说法在八字里面是不是真的能看到，能有根据呢？女命里来讲，怎么样才是我们的子女星呢？就是男命以官杀为子女，就是杀为儿，官为女。那么女性呢，以食神为女儿，然后伤官呢就为儿子。那如何来判断他是来讨债的还是来报恩的呢？首先是定身强和身弱，在八字里面嘛，定完格以后，他定身强身弱。另外呢，就是你要看你的子女星是否是你的用神。男命官杀为用的，你生的孩子将来都比较有出息。如果你是官杀为忌，那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他其实对你的帮助都不大，就是将来可能不太孝顺你，可能是会离你很远。那女命也是一样的，如果时伤为用神，就跟你走得很近，对你很好。就如果是时伤和财都为你的用，代表这个孩子将来也会有钱。比如说木命，木的时伤是什么？是火。如果印也可以为你所用的话，这个孩子将来的话，他就会有权利。所以如果你要看他是来讨债的还是来报恩的，所以从八字这个角度里面可以看用神。那从奇门里面看的话，可以看你的子女宫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的命宫在哪个宫位，就是有的逢死门，有的逢空亡，有的就是什么畸形，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现象。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子女宫是我们的忌神，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通过后天的这个去调整呢？我们拿木命来举例，比如说木很弱，然后的话，食神和伤官就是我们的忌神，食神和伤官是泄我们的力量，这个木就更弱，就对我们会更不好。所以呢，那从自己身上来补的话，那么呢，一是压制这个食神和伤官，压制食神和伤官呢，用什么去压呢？那用印去压嘛，对吧？那么水来生木，我强了，水来克火，让这个火呢弱一点点，就食神和伤官就不会泄得太厉害。就举例，你的父母如果很有钱，如果你的父母很有地位，那子女应该也不会太调皮。可是你自己很差，然后呢，你想管着你的孩子，那你孩子会不会犯力呢？就不服管是吧？对。那这个自己的孩子还是看时柱吗？时柱是孩子的走势，但是你时柱上面的话，并不一定会出现食神和伤官。对。如果你的食神和伤官，或者你的官杀，你出现在年柱和月柱上面，代表你可能生孩子比较早。如果你在时柱上面呢，代表什么？你生孩子比较晚。你看有的人他食神伤官很旺，或者是官杀很旺，他的年月日时他都有，他生孩子就跨越很大。比如说有的孩子20多岁了，有的孩子可能还只有1岁、2岁，几岁这样子。那感觉这样的话，就能从整个命盘能看得出来自己到底有几个孩子了吗？那现在像孩子，我们知道，我们原来你看我们中国，他就会受计划生育啊。对。你比如说80年代呢，最多就2个啊，很多的地方是3个，普遍的就是2个。那80后你跟他出生的人，然后你一算命就是你们这个2姊妹，或者是2兄弟，这个80%是准确的。00后的八字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因为他们可能会做节育手段。如果你不用科学的方式去干预的话，其实女人这一生，其实她的生育周期都是很长的。那你的大运里面你会有啦，女命有食神和伤官的时候，其实她都容易受孕，而在流年里面她也会有。去挑选一个是自己的用神的一个年份，去生出来的这个孩子，会不会对自己好一点呢？如果你是用神，当然好了。假如说丙火又为你的用神，那么他刚好你儿子也是丙火，其实对你来讲就帮助比较大。那我们有命宫有胎元嘛，就很多人就是看八字已经不看胎元和命宫了。胎元和命宫就是你在受孕的那个过程中是不是你的用神月份？就有时候你看到有的八字是绝对弱的，
可是为什么他能当财又能够当官呢？身弱不当财是吧？对啊，又不能够有官杀，可是他为什么又能当官又能任财呢？哦，你打开他的八字里面，你会发现他的命宫和胎元就是他的用神，所以受孕的那一个月啊，以及他在肚子里面发育的那几个月，都是他的用神，对他的运势有很大的这种帮助。原命盘来看，我是生女儿的，但是可能我刚好在这个流年大运里面，就注定了我只能生儿子，有这种说法吗？不会那么割裂了。对，你是生儿子的命就生儿子的命，生女儿的命就生女儿的命了。是四柱八字更代表自己，还是说那个大运更代表自己呢？肯定是四柱八字。就是那种先天的命宫，就是8个字，是不是啊？对。年柱、日柱、月柱，这个时柱，然后才是大运。大运是后天的嘛，流年也是后天的嘛，流月也是后天的嘛。比如说你命宫里面是女命来讲10胜旺，大概率的事情是什么？生女儿。对，然后的话你碰到大运是伤官，流年也是伤官的，那么你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受孕生个儿子，那么就可能你先要女儿后要儿子。那其实今天这一期节目也比较深刻的去剖析了我们这个八字里面的子女缘分呐。那我们如果屏幕前的父母或者准父母们，如果说对这份注定又可以修的亲缘，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呢？如果想知道自己八字中具体的子女信息，欢迎去添加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去联系我们的大元老师，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子女的缘分深浅。是的，所以像很多人看八字，他只看8个字。对，然后的话，大运流年，先生的八字里面就会看胎元啊，就你先天受孕的那个实际的能量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是看八字是看不止8个字了，就是你看可能要看10个字了。对，因为它精确到后面的时和分啊，还有横字是说要把秒都排出来。我们在香港有一脉就这种那个铁板神术了。我们普通人只看4柱，现在可以看5柱，可是可以看6柱。那么再加上你的胎元，还有你的命宫的话，你就可以看10柱，所以它更复杂，那会更加的这种精准。那感谢今天大元老师对我们的这个子女缘的科普。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要去跟我们去互动的，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好的，这一期就到结束了，那下次再见。下次再见。